说有个俗话，好吃不如饺子，可见饺子有多高的地位啊。是啊，我们身边的马来西亚朋友们也告诉我们非常爱吃饺子啊。那我们在大马平时有找到过好吃的饺子店吗？虽然有点自夸哦，我觉得我们家做的大白菜猪肉手工水饺真的很不错。做饺子难不难呢？今天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怎么做饺皮，怎么拌馅，怎么包饺子，还有煮饺子。为了说明不难，请 Wilson 这个12岁的模特来教会大家，最后还给一个什么样的小惊喜，对吗？我们会教大家用剩余的饺子皮做一款美味的鸡蛋饼。今天要做的是3人份的猪肉白菜水饺，一起期待吧。饺子皮，然后等一下我们再和个饺子馅，今天就晚上就吃饺子了。首先锅中加入300克面粉，在300克的面粉中加入138克的水之后，把它用筷子把它搅拌成絮种。然后搅拌成这个样子就可以准备下手揉了。洗完手之后，然后把这个面，然后就开始揉面，把它抓成一个面团。我们家 Wilson 做起饭来那总是专心致志，心无旁骛。我也希望他未来能成为一个好厨师。再稍微弄一下就好了。当你的面团呈现这个样子，然后旁边还有一点点干粉之后，然后把它揉成像这个样子，然后醒发20分钟。我们把它干粉都揉进去，然后就可以开始醒发了。我看现在有点干，然后在醒发完之后，然后它就会变得非常光滑。这是时间的魔力。是的。你知道吗？它的原理就叫面的叫水合法，通过时间让这个面自动形成面筋。这个省力的办法。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是的，哪怕是不光滑也没有问题。直接放在电饭锅里面，这样是密封的环境，让它等20分钟，对不对？好。今天是我们家的菊总在监工啊，菊总。李子，今天哥哥做水饺。20分钟的时间，我们已经把这个面团醒好了。我把手擦一下，然后再揉半分钟，继续醒发24分钟。现在这个面团的手感跟20分钟之前有什么差别？就像那种像10年没有灌溉过的土地一样，非常均粒嘛。现在就好多了，比较湿润一点。像王菊的嘴巴一样。基本上再揉个30下。邀请家人一起来做饺子，也是一个很好的 family event、family time。你们看到这些不光滑的面了吗？然后我们把它往里面收，直到这些不光滑的面都到中间，然后形成一个光滑的面。这边还有一些，所以我们还需要再往里面收。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光滑的面。我们把这面不好看的往下面藏，然后把好看的一面放在上面。接下来再怎么做呢？然后就是再醒发40分钟。OK。这边挑出300克的肉馅，然后尽量挑出肥一些的地方。然后每100克肉馅我们加入20克的水，然后分3次加，也就是每一次加入20克，加入3次。我们先倒20克，有点倒多了，26克那也可以。先把它搅拌一下。趁着底部上看不到水的时候，然后准备再下一份。我刚刚手抖加了26克，所以这回我们只要加14克就可以。然后我们继续搅拌，直到这个肉把这14克水完全吸收住。在这个搅拌好的肉里面，我们加入盐、白胡椒和生抽。首先我们加入2克的盐，300克的肉馅，我们加2克的盐，正好2克。然后加多少？酱油我们是加2大勺，勺子在这里，你可以用这个勺子称量一下。然后我们加入2大勺的酱油，酱蒜1勺，整整2大勺。然后加入20转的白胡椒粉，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。调料都加入好了，然后我们再继续把它打上去。
你觉得这打上的这个劲的肉馅儿跟刚开始比有什么区别？它这个明显比较，它的 consistency 比较好，然后它比较连贯。这个肉色已经从刚刚的暗红色变成了粉嫩色。其实它这个打的，你知道它的通过这个搅拌，然后让这个肉吸收空气，其实让它更 airy， 像是拉豆一样吗？就是它的体积也膨大了。然后这个水啊，加上这个水和空气，这个打的这个过程，也让它的肉里边的这个所谓的胶质啊，在这种摔打还有画圈的过程当中出来，所以它粘合性更好。你有没有发现它就更胶粘了？接下来一步是当搅打完成之后，然后加入麻油，也是1大勺，也就是酱油的1半。目的是为了增香，还有就是锁住它的水分。这样对，不要浪费。然后我们继续搅打，这样这个油就裹住这个肉的表面。你吃的时候就会比较香。好，可以了。搅打的时候已经可以闻到这个香味了。是，然后我们用一个保鲜膜把它封住，在冰箱里边去冷藏腌制。在这个过程，我们接下来就会做白菜和葱。我们把肉馅收进冰箱之后，准备450克左右的白菜。由于这个砧板比较小，所以我一半一半切。你白菜要怎么处理啊？白菜，然后我们把白菜切成丁。它这里面有一个关键步骤，我们先是横切，之后然后再竖切。对。白菜我们切好了，然后我们再这样竖切，把它切成小丁。终于切完我们的大白菜了啊！这边是差不多450克，然后我们要加入4.5克的盐。好，我们加入4.5克的盐之后呢，然后把4.5克的盐与这个大白菜拌匀，逼出里面的水分。拌匀之后，然后我们再等待用盐搅拌过后10分钟的白菜放到这里面，然后把汁水挤掉。一次不能放很多，大概放个2-3勺就可以了。全部可以放进去。把我练好了，我就先放一半，不然不是特别好挤。我们把白菜全部装进里面，然后把菜汁给挤掉。哇，看这个，这挤得非常的干，比鸡胸肉还干啊！当然不是我们家欧卡卡的鸡胸肉。我们把那个挤完水的白菜倒进去，然后再加入葱花，然后我们再加入1勺半的麻油，一定要倒在蔬菜上面。先把蔬菜拌匀。是的。如果你不清楚的话，差不多就是16.5克的麻油，1勺半就够了，再来半勺。然后我们把蔬菜拌匀，让它裹着麻油。然后我们再把肉馅和蔬菜混合。对。感觉肉馅瞬间就多了很多。用一下勺子，我们把它底部也把它搅拌一下。拌好了饺子馅，我们就来做饺子皮。特别有意思的是，这个饺皮的面团经过长时间的醒发，它会变得非常的柔软和有延展性。我们要做的就是手上和案板上抹上干粉之后，把这个面团搓成长条形，接着用刀把它切成一个个小剂子，看上去还真是挺可爱的。说到饺子，好像有很多观众还希望我们的品牌要出饺子，有这一说吗？是的，是有热心的观众建议我说，因为大马人都爱吃饺子，做这个一定会很有销路。
那授人以鱼，不能授人以渔，我们就教一教大家吧。对的，因为这一款手工饺子也是我在疫情期间学会的一道菜，我觉得大家一定能够也像我一样学会。完3张，然后就可以开始包了。我们准备一张饺子皮，然后放入了适量的馅。我不太喜欢用适量这个单位，但是这个确实是看你自己。我喜欢包多一点，然后我妈说我包太多了，像这个样子就差不多了。由于是我们家里面做的皮子，所以我们这个延展性比较好。然后你打褶子是 optional 的，你打不打都可以。差不多一边2个褶子，然后再把上面摁一摁，不然到时候它会松掉。然后这边如果馅有点多的话，可以往里面摁一摁，防止到时候包不进。有3个饺子皮，但只有1个饺子的馅，怎么办？包小笼包，再放点肉。哎呀，好，胶赖披萨。得了。这放的什么醋？碗里加入意大利黑醋。就这一种吗？没有，我们还要再加点酱油提味儿。这什么？酱油。生抽是吧？生抽，我们大概是3比1的比例。哪个3啊？啊？醋是3对吗？是的。新鲜的饺子很容易就煮熟了，我们只要准备一锅烧开的开水，然后把饺子放进去，调成中大火的模式。当饺子沸腾，立刻倒入一些冷水进去，如此重复3次就可以了，千万不要盖盖哦。香菜，然后蘸点醋，一口。哎，这么个吃法，太牛了！老王，你来一个表演一下。饺子艺术家，香菜新人。先洗个澡，让它冷静一下，风吕来一下，然后你也是香菜爱好者。拿起来，就把汤汁喝掉。哦，今天里面有汁水是吗？哦，这个醋调的特别好。再把这样整齐一点倒好。没有破，没有破，就是没有破。你看啊，我说做饺子吧，它背后都是满满的家庭的幸福的时光。我们用多出来的饺子皮啊，做了2个小笼 ，Wilson 做了一个胶赖小披萨，更有多出来的皮，王太呢做了一个鸡蛋饼 ，Wilson 帮忙切了葱，王太还表演了一下雪兰莪十里肯巴胺失传已久的颠锅功夫。哦哟 ，nice， 不是这个啊，请看这个。